岸田抵达基辅，送去一份大礼，有意挑衅还是被迫从众？俄军战轰在日本海上空亮剑超7小时，美国面临一个难题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瑞评。近日，日本外务省宣布了一个十分突然的消息，在结束完对新德里的访问后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坐上了去往乌克兰首都的火车。显然，对于这次行动，日本事先并未进行过预告，就如同当时拜登突访基辅一样。对于岸田此次访问基辅，外界普遍认为政治作秀的成分非常大，也即形式大于内容。对比其他G7领导人，岸田是唯一一个在冲突期间没有到访乌克兰的，因此他或多或少面临着一定来自G7内部的压力。而且此次访问来得如此突然，其实说明了岸田心里实际上是没底的。按照我的猜测访问基辅的行程不是突然决定的，只不过日本选择了事先隐瞒。他们很清楚此举会激怒俄罗斯，但迫于西方阵营的压力，岸田又不得不进行这样一次政治作秀。一众分析人士普遍认为，岸田此举对俄乌战局没有太大影响，更确切地说，日本此举无法为乌克兰带来太大的有利影响。相反，日本却要为这样一场作秀冒着与俄罗斯开战的风险。这话并非是空穴来风，在岸田突访基辅当天，俄军就已经做出了不掩饰怒火的行动。按照俄罗斯媒体的报道，当天俄罗斯空天军2架图95战略轰炸机直逼日本，并在日本海中立海域上空进行了一场长达7个小时的巡逻行动。这是巧合吗？显然不是。俗话说得好，抗议1000次不如战略轰炸机飞1次。所以俄罗斯出动战略轰炸机本身就代表着俄罗斯的极大不满。再者说，俄罗斯战略轰炸机一口气飞了7个多小时，只要普京一声令下，轰炸机便可以瞬间对日本进行毁灭式的密集轰炸，几分钟将日本从地球上抹去，并非妄言。因此，岸田的挑衅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。在绝对的力量和国土优势面前，日本根本毫无还手的余地。如果说岸田是迫于G7压力前往基辅，倒还好说，怕就怕岸田明知是冒险，还要去挑战俄罗斯。如果现实情况是后者，那面临的麻烦可能不是俄罗斯，而是美国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国虽大，好战必亡。加上日俄潜在战争的话，美国有可能直接参与或介入的冲突就多达4场，而日俄一旦爆发战争，日本是绝无胜算可言的。这个时候，美国是出手还是不出手呢？这显然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。放任不管，美国将会失去印太的重要战略支点。出手干涉，美国现在还有这样的精力吗？俄乌冲突已经对美国武器库存造成了不少的亏空。如果美国没有面临被打击报复的风险，库存用完也没关系。但事实上，全世界多的是想报复美国的国家，所以保持武器库存对美国来说很重要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岸田突访基辅是给美国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